想开始玩加密货币，但不知道怎么在币安上注册、交易和下载 APP。别担心，这个视频将带你一步步完成2025年最新的币安注册和法币出入金交易的完整流程，很适合新手朋友。从账户创建到安全设置，全程简单易懂。系好安全带，咱们现在发车。准备工作：一部手机，你的证件可以是身份证、护照、驾驶证，推荐使用身份证。科学环境。不要用这些 IP 注册，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新加坡，其他所有 IP 都可以。推荐使用台湾、韩国、香港 IP，以实名认证，并且名字和你注册时一样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推荐所有涉及加密货币交易的国内支付方式都进行金钱隔离，例如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全部用小号交易。这是最初级别的防冻卡技巧。准备好以上所有之后，我们开始注册。第一步，领取可以减免交易手续费的邀请码。打开本期视频的简介栏，下面的币安交易所，下面加密货币这一栏，币安交易所的连接打开，输入你的邮箱地址，这里可以用你国内的 QQ 或者是网易163邮箱，我用的是一个国外的邮箱。输入邮箱之后，点下一步。去邮箱搜一下币安用于激活的验证码，收件箱如果找不到的话，去垃圾邮件里面找一下。此时根据下面的要求创建一个密码，选下一步。这里看你个人需求是否要接受币安给你注册时用的邮箱发的活动信息，我选否。出现这个页面之后，你的账号就获得了永久现货手续费返佣20%的权利。记得核对一下邀请码 BTC139。接着打开手机端 APP， 选择我是加密货币新手，选登录。如果上面没有出现你刚才注册的邮箱，你就自己输入一下，选下一步。输入我们注册时填的密码，选下一步。去邮箱搜一下验证码。此时系统自动跳到了身份验证环节。如果你持有的是中国的证件，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居住国选择中国，证件签发国选择中国。这里有3个可以进行身份认证的证件，第一个是身份证，第二个是驾照，第3个是护照。推荐使用身份证。无论是在注册或者交易环节，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选择右上角耳机这个图标联系币安的在线客服，选继续。拍摄证件。如果你上传的证件没有问题，此时会跳转到人脸验证的环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把你的屏幕亮度调到最大。第二个是选择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第3个是脱掉眼镜、口罩或者帽子。如果没有问题，选择继续。请缓慢点头。很好。请向左或向右。很好。请张嘴。币安自动识别了你的姓名和你的出生日期。居住地址这里建议填写你现在的居住地址，或者是你证件上面的居住地址。证件上传完成之后，审核时间最长大概需要30分钟。审核完成后，你将收到电子邮件或者是币安 APP 的通知。如果一切顺利，认证完成之后，你会进入首页。如果你的页面和我一样是英语的，接下来我们去改成中文。左上角的3条杠点一下，右上角的6边形螺丝按钮点一下，第3个选项 Language 语言点一下，往下翻，选择中文简体或者繁体。这里还有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设置。主题这里颜色配置点开，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涨跌颜色设置，有2个选项，一个是绿涨红跌，另外一个选项是红涨绿跌。国际通用的标准呢是绿涨红跌，就涨的时候蜡烛图是绿色的，然后跌的时候是红色。但我们中国内地 A 股的呢是红是涨，绿是跌，这里看你的个人爱好去选择。在下面支付方式，默认支付币种这里，如果你是中国内地的身份证认证的，它默认的是 China 元，就是人民币。你可以在这里选择默认的币种，例如说 USD 美元，看个人需求选择。支付方式选项点开，这里有3个支付方式可选，一个是银行卡，第2个支付宝，第3个微信。无论你选择哪一个，就像我开头说的一样，我都建议你开通一个小号，
以防冻卡之后的意外。无论你添加任何的支付方式，都需要和你认证的证件的姓名保持一致。如果你使用第三方和你认证的姓名不一样的支付方式，可能会导致订单取消或账户暂停，这个请注意啊。然后把你的支付宝账号写上，把你的收款二维码上传一下，点确定就绑定成功了。软件的基础设置完成之后，接下来去设置比较重要的安全设置。选择左侧的3条杠，在账号这里点一下，下面的账号安全进去。这里建议你最少启用2种的双重身份验证，例如说身份验证器 APP 建议绑定谷歌的身份验证器。如果你是用邮箱注册的，这里默认绑定了邮箱。还有一个就是通行密钥的身份识别，就是你的脸部特征识别，也就是扫脸登录。手机号码这里去年还可以作为币安 APP 登录接收验证码，但是今年可能币安往+86手机号发验证码渠道受限，所以看个人需求，可以绑定也可以不绑定。防钓鱼码是币安近期主推的安全功能，这个选项之所以推出，大概和朝鲜天团盗取某交易所15亿美元的 ETH 有关。建议设置一个属于你的防钓鱼码。接下来讲法币的出入金，右下角的资产点开，选择添加资金，选择最下面的 C2C 交易。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就是币安 C2C 交易区，就是个人对个人，然后中间呢由币安作为担保。这里有快捷区、自选区、大众区，新手就选择自选区即可。右侧有一个是法币的选项，我们一般选择是 CNY 采纳元，就是人民币。往下拉有币安支持的法币的币种，基本囊括了所有的法币了。如果你想用其他国家的法币在币安进行交易，需要上传相应国家颁发的身份证件。这里我要卖和我要买价格是不一样的。例如现在大盘1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 7.18， 但这里显示的是 7.12， 这里多少会有一些汇差。在这里我们可以买什么加密货币呢？这里 USDT 点开，其实我们用人民币可以在币安上面直接买到 BTC、USDC、BNB、ETH 等等等等，还有狗狗币，好多种加密货币。99%的人用法币都换什么加密货币呢？换 USDT。为什么要换这个货币呢？我们简短看一下维基百科对 USDT 的用途的定义。USDT 是一种加密货币的稳定币，它不会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而波动。此外呢， USDT 是目前加密市场上面通用的交易货币。例如说我们去买个东西，那么他们支持的加密货币的支付方式最多的就是 USDT 了。简单来说，我们用法币购买 USDT 之后，不用担心加密货币市场的下跌对我们的本金会造成损失，所以 99% 的人选择的都是 USDT。 稍后我会演示通过币安的现货交易把 USDT 换成 BTC， 也就是由大名鼎鼎的中本聪先生创建的世界第一种加密货币比特币。题外话，中本聪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有人猜测是一个团队，例如美国的 CIA， 也有人说是埃隆·马斯克。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个选项金额，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购买的金额。支付方式这里根据你刚才绑定的支付方式去选择，或者是你找一个汇率比较低的。一般情况下支付宝汇率是比较合适的。提醒一下，支付宝近期对加密货币的入金和出金风控比较严格，友情提醒，一张身份证最多可以实名认证3个独立的支付宝账号，此外还可以通过关联认证的方式让主账号关联3个子账号，因此一张身份证最多可以拥有6个支付宝账号，包括3个独立账号和3个关联账号。还是那句话，不要用主力的账号出金和入金，在冻卡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能大意了，就算最安全的交易对手都不如一个小号来的实惠。关于防冻卡以后我会单独出视频教程。然后这里有一个神盾的选项，那看一下什么是神盾啊。币安的解释是，
此广告方已存放巨额保证金，提供高度安全的交易体验。就是说，虽然我们进行的是 C2C 交易，名义上是个人对个人，但是我们选择神盾之后，选择的商家比个人商家更靠谱一些，因为他在币安存入了保证金。就是如果我们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把钱付给他之后，他没有在币安上面给我们 USDT， 那么我们联系客服，客服就帮我们处理扣他的保证金。建议选择神盾。这里我以第一个为例，选择买入。这里它自动给我写上了100，如果你买的更多或者是更少，返回过来你可以在金额这里重新选择，或者是自由输入你要买多少。我以100为例，然后买入第一个神盾商家的 USDT， 它的价格是 7.15 元买1枚 USDT， 选买入。100元可以买到 13.98 枚 USDT， 选确认下单。此时跳转到我们的交易页面，这里是15分钟之内付款给卖家，然后看一下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是扫码发红包，再发自己的实名，别人叫你来买的不要付款。顾名思义啊，如果要是别人让你来买的话，那你要注意一点了。我们去付款，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金额是100元，然后姓名是商家的姓名，在下面是一个商家的收款二维码，收款二维码下面就是你的账号的名字，你要支付的这个账号的名字。订单详情里面这个订单编号最好复制下来记一下，或者截个图，以免这个订单有问题的时候你联系客服，你可以告诉他你的订单编号是多少。当然这个后续也可以通过历史记录查找到。好，点开二维码，我现在扫码给他钱，一共是100元人民币。我加他之后，商家说请直接发红包，然后发你的实名。第三，去平台确认，就是你付完钱之后在平台确认一下。然后他又提示了一遍，如果是别人让你来付款的，你就不要付啊。这是一个安全的友情提示。在这里有一点啊，无论你是用银行卡还是支付宝或者是微信，那备注或者是其他任何信息里面不要多说话，不要写任何的 USDT 啊 BTC 啊等等等等各种信息不要写，因为国内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大家都知道的是比较严格的。付完款之后，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告诉他。当你付完款之后，回到币安 APP， 然后点我已完成付款，通知卖家。好，现在商家已经放行了我们的 U， 一共到手了 13.98 U。按照现在的国际汇率，100人民币可以买到 13.93 USD 美元。那我们这笔交易买到了 13.98 USDT 就泰达币，理论上是多了 0.05 的 USDT。如果你觉得这个商家还不错，你可以给他个好评。那如果你要是卖出的话呢，选我要卖，货币选择 USDT， 然后金额随便输入，比如说100，确定。然后支付方式呢，选择你有的支付方式。卖出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一定使用你的小号去卖，不要用你主力的微信、支付宝去卖，因为一旦你收到黑钱被冻的话，那么你的整个账号就被冻掉了。特别是如果你要是用你的工资卡去买的话，就会更麻烦。这里注意到数学题，我们刚才买入的是 7.18 人民币买1美元，就是1 USDT。那么现在卖出是 7.10， 那么这笔交易我们是赚了呢还是挣了呢？那么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选择神盾商家，选择你的支付方式，跟刚才我们买油的交易方式反过来，你在支付宝或者微信收到对方的钱之后，然后在币安上面选择已收到钱，点放行你的 U 就可以了。好，回到我们的资产页面，到这里我们的账号就有 U 了，就可以进行交易了。然后资产这里呢，总览你可以看到你所有持有的加密货币 USDT， 然后 BNB、BTC 等等等等。右侧有一个资产，就是你目前账号里面可以用于直接转出去的钱，比如说点中间的转账，你可以把资产里面的钱
转给其他的币安账号，或者是通过链上提现的方式把钱转到其他的交易所或者是你的冷钱包。例如说这里我有15U，然后我点一下15U，在地址一栏你填入对方的收款地址，例如说我选一个主网络，这里你根据对方地址要求的主网络去选择就可以了，一般用的是 ERC20， 就是 ETH 的，然后下面选择金额，再选提现就可以了。现货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资金的钱转到现货里面去进行交易，例如说把 USDT 换成 BTC， 后面是理财和合约。那这两栏我们以后专门出视频去详细的介绍。现在讲把 USDT 换成 BTC， 来到现货这一栏，在总资产这里，你可以选择以什么货币方式显示你的余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资金的钱转到现货，点划转。这里我们是从资金账号然后转到现货账号，从资金转到现货，也就是从这里转到这里。币种这里选择我们账号里面刚才买到的 USDT， 数量选一下你要转过来的具体钱数，然后点划转。转完之后上面的现货和资金会进行兑换啊，大家不要搞晕了。然后我们在现货这一栏就可以把 USDT 去兑换成其他的加密货币，例如说比特币或者是狗狗币、ETH 等等的。接下来演示 USDT 去买卖比特币，就是 BTC， 选择下面的交易，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买入，一个是卖出。现在是买入，限价单这里有很多买卖方式，有限价单、市价单。如果你不懂是新手的话，那么选择跟价单就可以了。在订单类型这里有一个感叹号，你可以点开，然后详细研究一下每一种交易方式代表的交易策略。如果是新手就可以选择第一个限价单。现在 BTC 对 USDT 的价格呢是一枚 BTC 对118668U，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里去选择你买现货仓位的多少，然后下面总额这里你可以选择买多少的 USDT， 然后选择买入 BTC， 下单成功。然后回到资产一栏，此时现货选项里面就多了一个 BTC 的选项，一共是 0.00008 个 BTC 啊。遥想10多年前淘宝上面动不动5毛2毛卖一个 BTC， 那个时代真是黄金年代。卖出 BTC 跟刚才的方式是一样的，反过来就可以了。BTC 对 USDT 交易对选卖出，然后选100%，点卖出 BTC， 下单成功。然后回到资产，这里我们的现货就有15U 了，钱就又回到我们的现货里面了。关于手机 APP 下载的问题， iOS 除美区的 ID 以外都可以正常的去下载，但我的账号呢是美区的，而且目前账号里面还有余额。如果我想更换地区下载币安的 APP， 需要先联系苹果的客服把账号里面的钱抹除掉，这种方式比较麻烦，所以这里我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先注册一个中国大陆地区的 Apple ID， 然后改成台湾的，之后再下载币安的 APP。 开始之前先把电脑的贴纸关掉，浏览器打开 apple.com， 进入苹果官网，打开之后拉到最下面，这里选择管理你的 Apple 账号。打开的新页面右上角选择创建你的 Apple 账号，写上你的名字，国家或地区先选择中国大陆，出生日期填18岁以上即可，邮箱可以写国内的 QQ 邮箱，密码按照提示填写即可。这里电话写+86的，后面需要接收验证码，不要乱写。验证方式选短信，下面3个选项打勾，填上验证码，选继续。此时苹果会给你的邮件发送验证码，收到之后填上去，手机再接受一次验证码。现在我们的 Apple 的中国大陆地区账号已经注册好了，接下来我们更换台湾地区，左边选择个人信息，国家或地区打开，选择更换国家或地区，选择台湾，
付款方式选择5，账单邮寄地址这里，我用的是谷歌地图上面台北特斯拉门店的地址，下面一个店的电话也可以填上去。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改成台湾了，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新的 Apple 账号登录你的手机去下载币安 APP 了。接下来讲一下安卓端，如果你的谷歌 Play 商店绑定的谷歌账号是美区的地址，你在谷歌 Play 商店搜索 Binance 是搜不到币安的 APP 的。这里所有的涉及到 Binance 的软件全部都是假的啊，不是正版的。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点开这期视频的简介，点展开，然后下面加密货币币安的注册链接点一下，选择登录一下你的币安账号。下一步登录进来之后呢，右侧的3条杠点一下，下面有一个下载，点下载，然后有一个安卓下载，点一下，选择再次下载。我刚才在手机上演示的所有的操作都是我通过这个方式下载的币安 APP 进行演示的，所以我再下载一次。下载完成，点一下安装包，这个默认是从谷歌 Chrome 浏览器进行的安装，点允许，仍然安装。其实在19年之前，我们在国内的应用商店是可以直接下载币安的，只不过这几年只能去国外下载了。点完成，好，币安的 APP 已经下载完成了，这时你就可以进行账号的登录了。今天讲币安注册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在注册过程中遇见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我看到会及时回复。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